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背景叠加文字海报，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，但是只要文案一变长，就会出现溢出的问题。于是我们只能不断调整 Hat 来处理各种异常情况。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添加媒体查询，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了定位问题。这个例子非常简单，附容器里有两个子元素，一个是背景，一个是文字内容。在这里，为了实现叠加效果，我们把背景和文字都设置成了绝对定位，也就是说，它们都脱离了文档流。对附容器来说，它们不参与尺寸计算，如果不显示设置高度，附容器的高度就是0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手动给它写一个固定的 Hat。为了把文字放在海报底部，我们还需要设置 Bottom 0、Left 0和 Right 0，让文字内容横向铺满容器。Padding 负责内容和边缘之间的留白。问题在于，这个 Hat 只对当前这份内容、当前这个宽度有效。一旦宽度变了，或者文案变长了，就很容易出现溢出的问题。这时，我们又要回到媒体查询中，重新设置一个新的 Hat。根本原因是文字已经脱离了文档流，附容器感知不到内容变化。这个实现之所以会写得很累，需要反复修改，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布局问题当成了定位问题来解决。CSS 里让元素重叠的手段不止一种，但不同的手段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。判断的关键是这个元素需不需要参与附容器的尺寸计算。如果内容一变，附容器也应该跟着重新计算尺寸，那它就更像是布局问题。如果它主要关心自己相对于锚点、鼠标或者视口的位置，那它就更像一个定位问题。在我们的海报中，文字是容器内容的一部分，当文字变多时，容器应该相应的变高，并且不应该被裁掉。这就说明文字需要参与附容器的尺寸计算，这就是布局问题的典型特征。而右边这些场景通常都不是附容器内部的一部分，它们需要处理的是相对于锚点、鼠标应该摆在哪里，空间不够时又该如何翻转，所以这是定位问题。如果真正的问题是内容没有参与附容器布局，那改法就不是继续调高度，而是让内容重新回到布局中。但视觉上我们仍然需要重叠的效果，所以这里更适合用 Grid 来实现。既然不再使用绝对定位，这些定位代码就可以删掉。把容器设为 Grid 容器，再给背景和内容设置相同的 Grid Area。这里 Grid Area 1到1的意思是把两个元素都放进第一行第一列的同一个网格单元。当多个 Grid Item 占据同一个单元格时，它们在视觉上就会重叠。虽然它们看起来是重叠的，但仍然是正常的 Grid Item， 并没有脱离文档流。它们依然会参与 Grid 容器的尺寸计算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猜这个高度到底应该是多少。可以看到，即使不设置任何高度，也不会出现溢出，内容仍然能撑开容器，只是视觉上还不太协调。我们这里从设计角度出发，给容器设置一个 Min Hat， 确保海报有一个最小高度。如果文字内容没有超过这个下限，海报就保持这个最小高度。当内容变多时，因为背景和文字在同一个 grid 行轨道中，容器会被自然撑开，背景图也会跟着变高。在调整文字位置时，可以使用 Align Self 这样的属性，它能很方便地把文字放在顶部、中间或者底部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用更简洁也更加容易维护的代码实现了跟绝对定位同样的效果，并且这个实现方式更加健壮。如果一个问题让我们考虑的是空间如何分配、内容如何驱动布局，那它多半是布局问题。核心是元素之间能不能相互感知，以及内容自身的内在尺寸。如果一个问题让我们考虑的是参考点在哪里，元素应该被精确放到什么位置，那它多半是定位问题，核心是相对独立的元素以及坐标驱动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